历临川，冥府殿堂级引路人，轮回千载，历劫归来，暂以此身行走阴阳，魂魄归处，由我引渡。主人诸事繁忙，为何要亲自引渡顾老爷子？这是100年前我与顾家太祖的约定，由我亲自引渡，方可保顾家100年绵延，千秋鼎盛。走吧，顾老爷子的魂魄必须在午夜12点前返程，时间不多了。是。走吧。林川大人，林川大人，林川大人，我们家老爷子刚走，只有您这样殿堂级的引路人亲自接领，他毕生积累来的功德，才能够荫庇子孙，把我家族基业。我求您能够通融片刻。我今天只接待顾老爷子，你们要等专属的引魂使，这是规矩。切，一个小屁孩还敢买架子？我们江家出得起这钱，让你引魂是看得起你。你闭嘴！殿堂级引路人，岂是普通引魂使能比的吗？得罪林川大人，别说老爷子功德荫庇了，我们全家都得跟着反噬。快跪下，给大人赔不是！快点儿！大人，行了，我赶时间，尔等速速退下。只剩15分钟了，唯有破开阴阳捷径，方可在时限前赶到。这条路需我以7成功力为业，无法分心旁顾。银尘，替我护法，莫让生人靠近。是，银尘必定护主人周全。走吧。是。眼瞎了，看不见城啊！赶紧滚一边去，别他妈挡路！我他妈跟你说话呢，耳朵聋了是吧？不好意思，你们得换条路走。这条路活人走不了。你们得换条路走，这条路活人走不了。切，走不了，整个帝都就没有小爷我走不了的路。你知道我顾云池是谁吗？得罪了我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就是，我哥可是京市的太子爷，跺跺脚，全京市都要跟着抖3抖。敢拦他的路，我看你们是不是想活了？听到了吗，兔崽子？识相的话，赶紧滚一边去！该让开的是你们。这条路是我临时破开的黄泉路，凡人但凡踏进去一步，便会立刻魂飞魄散，尸骨无存。不想死的话，你们只能换条路走。黄泉路，你是看动画片看傻了吧？挡我的路还敢讹我的钱？你是真不想活了吗？哥，别跟他废话，我看他就是想钱想疯了，赶紧打发走算了。行，讹钱讹到我头上，也算你有点胆量。赶紧把钱捡起来滚蛋！主人，此人对你不敬，是否需要银尘为你清除障碍？不必，我不放在眼里。哥，你看他装的，什么不放在眼里？我看他就是嫌钱不够，想狮子大开口。兔崽子，我看在你年纪小的份上，已经放你一马了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别以为你年纪小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再不滚，小心我大嘴巴子抽你！我再说一次，不让，是为你们好。再往前走一步，魂魄尽了，可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
我给你脸了是吧？还敢在这里胡言乱语？你真以为我不敢打你吗？你可以试试看。哥，别跟他们废话，直接动手，我看他们还敢不敢在这胡扯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让还是不让？不是不让，是不可让，不能让。好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哥，这灯刚刚明明好好的，怎么突然？这路该不会真有什么说法吧？少自己吓自己，能有什么说法？老城区路灯老化而已。真的吗？那是自然。你哥我什么场面没见过？哎，就这点小伎俩，别吓不倒我。只剩13分钟了，时间紧迫。银尘，我们得走了。是。站住啊！我让你们走了吗？敢对我装神弄鬼，你们以为还走得掉吗？我看谁敢！你知道我主人是谁吗？阴阳两界，就没有人敢对他放肆。我管他是谁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跪下给我哥磕3个响头。没错，在京市，还没人敢踩在老子头上。敢跟我横，今天非得教育教育你们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得寸进尺。今天我就替我主人好好教训教训你们这一群有眼无珠的畜生。住手！主人，是他们欺人太甚。冥府铁律，不可伤害凡人性命。是主人。引魂时间将至，再跟这些绊脚石纠缠，才是真正误了大事。是银尘，心急了。干什么呢？刚才不是挺横吗？现在知道怂了？刚才装的跟什么似的？原来是2个纸老虎啊！小屁孩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啊！你只要乖乖给老子跪下，磕个头，认个错，说不定啊，我看在你年纪小的份上，心一软，放你一条生路。你可知这阴阳两界，还无人承得起我一拜？呸！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！兄弟们，给我好好教育教育他们，让他们知道，在京市我的规矩才是规矩。上！也是。8分22秒，银尘，不必纠缠，时间不等人。是。给我站住！主人，引魂令。什么玩意儿？引魂令？你是冥府殿堂引路人？冥府殿堂引路人！笑死老子了！还冥府引路人？你怎么不说你是阎王爷的孙子呀？就是，拿个破道具就想骗人，当别人都是傻子吗？
蝼蚁望天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此乃沟通阴阳、引渡亡魂的冥府信物，不是尔等凡俗蠢物能妄加揣测的。再不速速归还，当心阴债缠身，厉鬼索命。小屁孩，你看动画片看多了吧？还冥府信物，你吓唬谁呢？我看你就是想把这破玩意儿拿回去，好继续招摇撞骗。愚不可及，那玉牌连同幽冥握在你手中，吸的是你的阳气寿元，你好好感受一下，是不是手心发冷，心口发虚？那是魂魄被啃食的征兆。编，你继续编。你以为说几句鬼话就能吓住我？我不信邪。你可以不信，但是你只要知道，你如今每多握一息，便是燃烧一线命格。一旦油尽灯枯，不仅自身难保，甚至牵连家族。你难道要看你的父母姊妹，因为你一个人运势衰败，祸事不断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少在这里鬼话连篇，老子不信邪。哥，你别这样，我有点害怕。你怕什么？不就是块破牌子吗？我现在就砸了它！我倒要看看，是这个神棍的嘴硬，还是老子的命硬！顾云池，你敢强行摧毁冥府信物，天道定不会放过你！哼，你看好了，你看老子敢不敢？我倒要看看这破玩意儿能把老子怎么着！掉！哥！闪电呢？哥，闪电怎么不见了？现在你们信了？这玉牌沾着冥府阴司的意，凡人触之即死。刚才那道雷就是警告，要不是主人及时收回，你们现在已经变成了焦炭。故弄玄虚！什么冥府信物？我看呀，就是你们设计好的骗局，想吓退我。就是啊，这肯定是特效。说，你们从哪儿租的雷电模拟器？是不是藏在巷子口了？愚不可及。7分17秒，没时间了。银尘，我们走。是。我站住！把我当猴耍完就想溜你？你做梦！从小到大就没人敢这么对我，今天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畜生！放手！我有要事在身，若是耽误了正事，后果你担不起。钥匙？你一个熊孩子能有什么钥匙？我看呀，就是想找借口逃跑，没门儿！你听清楚了，我现在赶着去给顾家老太爷引魂，必须12点前带他入黄泉交差，晚1秒，顾家100年基业、全家福报，甚至往后3代运势全都得断。再耗下去，你有10条命也赔不起。你说什么？顾家老太爷？你说的是执掌顾家100年，在京师德高望重的顾老爷子？难道京市还有第2个顾老爷子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敢在我面前提顾老爷子，你撞到枪口上了。就是，我哥可是顾家的嫡长孙，顾老爷子是我们的亲爷爷。你编瞎话之前也不打听打听正主在呢，还敢咒我爷爷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不孝子孙，既然如此，还不速速让路？我现在去给你爷爷引魂，或许还能保顾家一份生机。用不着，我爷爷身体健朗得很，怎么可能需要你引魂？你敢咒我爷爷，我把你嘴撕了！放肆！敢对主人不敬，先问过我！哥，信不信都由你，但是在动手之前，你最好先打电话问问你父亲，你爷爷是不是还活着？哥，你别被他给骗了。我们早上才和爷爷打过视频，爷爷身体状态好得很，怎么可能会突然有事？我看这小骗子就没安好心，
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不打电话就赶紧把路让开，再耽误下去，顾家的百年基业都将付之一炬。好，那我今天就打电话问清楚，你若敢骗我，我让你活着走不出这里。哥，你疯了？你还真相信他的鬼话？闭嘴！我今天让他死个明白。这都快12点了，引魂师怎么还没来？再耽误下去，老爷子的福报散了，顾家的百年基业就全完了。什么引魂师啊？我看就是江湖骗子故弄玄虚。这倒不如先把老爷子丧事办了，省得老爷子走得不安宁。你懂什么你？顾家能够有今天的地位和基业，全靠我太爷爷这么些年积下的福报撑着。引魂师是老爷子生前特意嘱咐的，必须由他亲自引魂，才能保顾家后代顺遂，不能有半点差错。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你啊？我早就让你赶紧回老宅，你又跑哪儿野去了你？爸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爷爷他没事吧？别废话，赶紧回老宅，否则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就说吧，爷爷身体那么好，怎么可能会有事？敢咒我爷爷，我让你们付出代价！来人！顾云池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你爷爷真的安然无恙，为何你父亲只字不提你爷爷状况，反而火急火燎地催你回家？你要是继续冥顽不灵，不肯让路，等顾家福报散尽，一切都晚了。你危言耸听！明明是我爸嫌我玩得太晚了才催我回去，跟我爷爷有什么关系啊？哥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看他们就是故弄玄虚，怕我们让他们付出代价，所以才故意这么说的。甲辰年，壬申丁月，亥甲辰时，这是你爷爷生辰八字，对吧？哥，这真的是爷爷的八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爷爷的生辰八字是顾家绝命，只有直系至亲才知道，就连旁支亲戚都碰不到。你一个外人，怎么可能这么清楚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要去跟你爷爷引魂，冥府引魂需要核对逝者生辰八字，保魂体无误。你要是再耽搁下去，等时辰一到，谁也救不了顾家。哥，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我姑且相信你一次，你若敢再耍什么花样，我定饶不了你。凌晨，走。是。你们给我站住！哥，我想起来了，前阵子爷爷去福利院慰问，那里的孩子问过爷爷的生日，说要给爷爷做生日贺卡，爷爷心善就告诉他们了。你说什么？八字是他们从福利院打听过来的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引魂使。好啊，兔崽子，你还敢骗我！我跟你拼了！主人先走，我来拦住他们。人呢？你们又耍什么花招？说，你把人藏哪儿了？哥，蠢货！人怎么来了？这么快就不见啊？人呢？哥，那小骗子肯定继续去顾家行骗了，我们赶快追上去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对，上车！我今天非得把他大卸八块，要不然老子不姓顾。兔崽子，你果然到这儿了，还想到我们家继续招摇撞骗，没门儿！放手，没时间了，再拦着，顾家就彻底完了。
没时间了，我看你是编不下去，狗急跳墙了吧？想进顾家，先过我这关。放肆！你死！赶紧松开林川大人！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大人啊？林川大人，您总算来了，老爷子一直在等您呢，请随我来。晚了，时辰过。月亮怎么变成红色的了？不可能！顾家的100年基业怎么会这样？时辰已过，黄泉路闭，顾老爷子的魂魄接不走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，只差一步，只差一步啊！为什么？你不是引魂使吗？你不是能够通天彻地吗？为什么你不能早来一步？为什么你不能早来一会儿啊？你应该问他为何要拦我的路。是你？爸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是他来晚了。我子时3刻抵达人间，若不是你辱骂威胁，纠缠不休，足足耗尽最后1刻钟。此时顾老爷子已安然上路，顾家福泽可再续100年。你这个逆子啊！还不赶快跪下，给林川大人磕头认错！他不配！什么福泽？明明就是看我们家有钱，想来讹钱。逆子啊！你到现在你还是不知悔改！哥，来人！哥，我把他拖进祠堂，行家法！顾长风，你疯了吧？云芝可是你的亲生儿子。亲生儿子，好，就是这个亲生儿子，今天亲收回了顾家的100年基业，我今天把他打死都算轻的。拖下去！你敢？顾长风，有本事你连我一起打！你给我闪开！今天我非要打死他不可！爸，你凭什么打我？我又没做错，这个世上哪有什么鬼神啊？都是你在迷信！你闭嘴！你这个孽障！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得罪他们，你有几条命能赔得起？我管他是谁啊！你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神棍，给我提鞋都不配！我放肆！放肆！云芝，顾长风，你疯了吧？爸，你打我，就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孩，你动手打我！顾长风，他说云池拦了他的路，你就信？云池可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还有没有点人性啊？什么？我没人性？你知道他得罪的到底是谁吗？他们可是冥府殿堂的引魂使，我顾家曾祖、祖父、太公历代先人的灵魂，皆由他亲手引渡入黄泉，才能保顾家基业100年长盛，富贵不绝。可他呢，生生拦落，误了时辰。你说这小鬼是1000年引魂使？好了，现在好了，老爷子功德散尽，魂魄无益，顾家基业不仅要垮，福报反噬，全家都会跟着遭殃。轻则重病破产，重则横死暴毙，断子绝孙呐！爸，你别吓我，我害怕。怕什么？肯定是爸弄错了。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小孩，怎么可能是引魂使啊？哎呀，顾长风，我看你这是老糊涂了吧？真是被这个小孩给吓住了。什么横死暴毙、断子绝孙，都是无稽之谈。闭嘴！
你们这两个孽障，到现在了还不知悔改，难道是怕报应来得不够快吗？赶紧跪下，给临川大人赔罪！顾长风，我看你是魔怔了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你凭什么让我给他下跪呀？没错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我跪天跪地跪父母，我凭什么给他跪下呀？报应是吧？来呀，有本事冲我来呀！我倒要看看这个小妖怪到底有什么本事！妈，小心！好的，这鞭怎么掉了？难道真的是报应来了？闭嘴！什么报应啊？一块年久失修的木匾而已，能说明什么问题啊？妈，你没事吧？肯定是你在这宅子附近动了手脚，对不对？是你想用这下三滥手段害死我们，对不对？小年纪，心肠怎么这么歹毒？凡人妄语，自招祸端。这匾是顾家百年功德所聚，如今自行坠毁，意味着什么？你很快就会清楚。祖匾落，家运崩，这是老祖宗在示警吗？难道顾家真的要断绝吗？若不是主人遵从铁律，不得主动干预凡人的生死，以你们刚才的冒犯，早已魂飞魄散。这匾便是天道给你们的第一声警钟。临川大人，临川大人，难道顾家就真的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了吗？求求你，救救顾家！爸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少自己吓自己，这分明就是一场针对我们顾家的骗局。他们利用你的迷信，想整垮顾家，好趁机勒索。爸，你起来！孽障！要不是你，顾家怎么会遭此横祸？赶紧跪下，给临川大人磕头认罪啊！你！我不跪，让我给一个骗子磕头认错，不可能！逆子，福报极短，灾恶必生。难道你非要毁了顾家，你才甘心吗？我不信，如果真有灾恶，就冲我来，有本事就让雷把我劈死，反正我绝不低头。云芝，儿子，云芝，你怎么了？云芝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妈呀！第二声警钟，求人得人。是你，一定是你用了什么邪术，对不对？因果自有报，非我能左右。他种下阻拦引魂之因，便自食天雷警示之果。这只是开始。我呸！什么因果，什么天道，都是你们在装神弄鬼，是你们害死了我的儿子。主人早已明言，阻拦引魂必遭天谴，是他自己口出狂言，求雷劈身。如今天道成全了他，怎敢妄言主人？我不信，肯定是你们装神弄鬼，是你们害死了我儿子，我要你们给他偿命！临川大人，你放肆！对主人不敬，必遭天谴！小杂种，你装神弄鬼给谁看呢？有本事你现在就弄死我！我倒要看看你这套鬼话能撑多久！就算顾家都死绝了，我也不信你这一套！纯妇，你给我闭嘴！你难道非要把全家都害死了，你才甘心吗？你打我，顾长风！你为了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小妖怪，你打我！我打你是为了救你呀！要是再敢胡言乱语，下一道雷劈的就是你！要是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跪下给临川大人赔罪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顾长风，你到底是被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
你凭什么要相信他们？你根本什么都不懂。林川大人现在是顾家唯一的希望了。林川大人，千错万错都是我顾家治家无方之错，求求你给顾家指一条生路吧。哪怕是要我以命相抵，我也毫无怨言。只求您救救顾家上下几十条人命吧！林川大人，求您了！爸，你干什么？你快起来啊，爸！你为什么要跪他？他就是个骗子！你看他把我们家搅成什么样子了？哥被雷劈了，妈还被你打了，现在你还要给他下跪，你是不是被他用邪术给控制了？闭嘴！你懂什么？隐婚的最佳时辰已经错过了，现在每耽误一刻钟，顾家就离万丈深渊更近一步。若再求不到林川大人出手补救，顾家就真的全完了。妈，我爸疯了！顾长风，你清醒一点好不好啊？你看看你现在这样，哪有一点顾家家主的样子？我这都是为了顾家呀！雨薇，来，你跟爸爸一起跪下，我们给林川大人磕头认罪啊！雨薇，顾长风，求我也无用，因果已成，下一个反噬的就是他。雨薇，雨薇，你怎么了？雨薇，你快放手啊！雨薇，是你使用了什么邪术，对不对？你快点放开他！我早已说过，因果自有报。他虽然未亲手拦路，但全程附和山风，恶语相加，时辰延误的夜里，自有他一份。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的。对，救护车，我的女儿，我自己叫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怎么打不通呀？我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没有信号了？怎么打不通啊？雨薇，这就是所谓的天道报应，因果必还。所有的凡俗手段，在这股力量面前毫无意义。主人给过你们不止一次机会，是你自己亲手把自己的儿女推向死路。是我害死了我自己的儿女，是我错了。到现在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要不是你把他们纵容的无法无天，他们又怎么会不知悔改，酿成大错呀？不是我，是你，顾长风，是你害死了我的女儿，是你把这两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一起加分，是你信了这些邪门歪道，是你害死了我们的孩子，你才是罪魁祸首。都到这一步了，两个孩子都快没命了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啊？难道你非要看着这两个孩子去死吗？顾长风，是你不分青红皂白，是你引狼入室，是你害死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为什么要认错啊？对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无能，都是我害了顾家。你不跪，我跪。林川大人，子女无德是我为父之过，妻子不明是我为夫之失，所有的错，所有的罪，都是我顾长风一人之责。若有因果报应，我愿一力承担。只求您，求您看在顾家列祖列宗一生积德行善的份上，放过我这两个不成器的孩子吧。林川大人，求您了。顾长风，
求我也无用，这天道背后另有其人。什么？不愿意放过他们的是顾老爷子，施加这份因果让他们承受反噬之苦的是顾老爷子残存的执念与愤怒。这怎么可能啊！老爷子生前最疼爱云池和雨薇了，那真是捧在手上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我可能怎么忍心去折磨他们呀？这绝不可能！是啊，临川大人，就算他们犯了天大的错，老爷子生前也绝对舍不得动他们一根指头啊！现在怎么会忍心要了他们的命呢？这是你们顾家内部的因果，引魂时辰已过，我该走了。临川大人，请留步。求您看在这把油纸伞的份上，救一救我们顾家吧。这伞，你从何而来？临川大人，老身祖上姓何，这把伞是我曾祖母传下来的。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，雨这么大，爹怎么一个人在外面？来家里避一避吧。家里没什么好东西啊，喝点热的暖暖身子。你予赠我雨中一伞之缘，这份善意的因果，他日定会回馈于你的血脉子孙。临川大人，曾祖母临终前曾说，若家族遭逢大难，有缘再见此伞的故人，可持此伞，求一个兑现诺言的机会。老身斗胆问一句，您的承诺还作数吗？因果之线原来系在此处，罢了。看在这份百年善缘的份上，我便插手一次，先压住顾老爷子的怒气，但并非长久之计，根源不解，反噬只会更加激烈。谢谢临川大人恩德。主人，这符合规矩吗？了却因果，亦是规矩之一。云池、雨薇，你们醒了？头疼不疼啊？胸口闷不闷？凡人之躯，应承天雷一击。要不是你们顾家气运未解，他此刻早已经是一具焦尸。要是再有下次，别怪天道不留情面。妈，我没事，就是身子有点麻。妈，我也没事，就是感觉脖子有点勒得慌。刚才突然不知道怎么了，我突然就喘不上来气儿了。没事儿，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两个刚才差点没命，是临川大人不计前嫌出手救了你们，还不赶紧跪下向临川大人磕头谢恩。他救我？他有那么好心吗？爸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我们变成这样都是他害的，什么天打雷劈，肯定都是他的妖术。是啊，爸，我们刚才肯定是被什么迷药给影响了，现在药效过了，所以就没事了。他哪有那么好心救我？住口！你们这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现在还敢胡说八道！我这就去请家法，定让你们知道厉害。顾长风，不必动怒，眼下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是，请临川大人吩咐。我只是暂时屏障了顾老爷子直接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怒气，但若要顾家真正度过此劫，必须以生人魂魄为祭，方可解开顾老爷子的心结，化解他的执念与愤怒。以生人精魄为祭，你是说以魂为祭，身消道陨，方解此劫。这怎么能行呢？
这可是活生生的人命啊！临川大人，您法力无边，定有其他的化解之法。求您再想想。无论需要什么天才地宝，或者需要我顾家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愿意。只求您留住他们的性命啊！求您了。顾长风，你父亲怨念之深，已非是寻常法事可做，唯有与之相关的因彻底消散，方能化解。此乃天道平衡，亦是唯一生路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不，这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一定还有其他办法。哎呀，行了，顾长风，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呀？什么以魂为气，天道平和，这都是他们编的吓唬你的，是逼你亲手处决自己的孩子，你难道也相信啊？闭嘴！你懂什么？临川大人乃殿堂引路人，金口玉言，岂会妄语？临川大人，内子无知，口无遮拦，请您不要见怪啊！爸，你被他灌了几斤迷魂汤啊？还殿堂引路人，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？他说拿我和我妹妹去祭我爷爷，这种鬼话你也信啊？云池，不得无礼！对待这种装神弄鬼的小骗子，需要什么礼数啊？有本事，你现在就让我魂飞魄散试试！好啊，既然你如此笃信我是骗子，那就以你的惊魂为引，先解顾老爷子3分的怒气，如何？你，哎，不可！临川大人，请您息怒，犬子无知，口无遮拦，冲撞了您，求您饶他这一次吧。此事关系重大，还需从长计议呀。眼下当务之急先看看老爷子的状况。临川大人，请您一步，还是先去看看老爷子吧。带路吧。请。临川大人，请。爷爷的房间里怎么这么冷啊？妈，要不我们还是别进去了。别胡闹，这是你爷爷的房间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可是，哪有什么可是？赶紧过来，见你爷爷最后一面。哎呀，过来！爸，我害怕。他说的没错，这确实不是普通的寒气。临川大人，您看出了什么吗？顾老爷子死，并非寿终正寝，也并非因为疾病，而是枉死。枉死的？难道您的意思是，我的父亲是被人害死的？这怎么可能啊！医生明明说他是突发心梗。顾老爷子的怨气凝结于此，不甘与惊怒交缠，此非自然离世之魂应有之相。他是受外力侵袭，心神俱裂，生机断绝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受了致命刺激或伤害，惊怒交加而亡。父亲真的是被人害死的？不愿意放过他们的是顾老爷子，施加这份因果让他们承受反噬之苦的是顾老爷子残存的执念与愤怒。是你们这两个畜生，是不是今天又顶撞了老爷子，把老爷子活活气死了？老爷子才会要置你们于死地，是不是？不是我呀，爸，我今天一天都在外面。爷爷出事的时候，我根本就不在家。对啊，爸，
我们出去之前爷爷还好好的，还叮嘱我们早点回来，怎么可能是我们害的爷爷？你这个畜生，到现在还不肯说实话！要不是你们害死的老爷子，老爷子怎么会要置你们于死地？够了，顾长风，云芝和雨薇就是再怎么混账，也是爷爷从小疼到大的，你怎么怀疑自己的亲生孩子呢？好，那你说，如果不是他们，那是谁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下午只有夫人给老爷子送过一杯参茶，之后就没动静了，直到我们发现不对。有人说，今天下午只有你在家，老爷子也只喝过你给他送的参茶。那又能证明什么？我递了一杯茶，我就有罪了？顾长风，你就是想帮着外人陷害我们！是啊，爸妈怎么可能会害爷爷呢？你别听风就是雨啊！怨气有源，冤魂有眼，害命之人身染死气，心缠业障，纵使百般掩饰，在这枉死之魂面前，亦无所遁形。妈，你身上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！是这方子不干净，是死老头子阴魂不散想害我，是你，一定是你这个小怪物，是你施了什么邪术想害我！贱人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脸狡辩？说，你到底对父亲做了什么？你是怎么害死他的？我说了，我什么也没做。我出去的时候，爸还好好的，谁知道他有什么隐疾又犯了？这怎么能怪到我头上呀？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肯说实话？老爷子刚才差点杀了云池和雨薇，难道你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死吗？我说的不是我，一切都是这怪物弄出来的幻术，是他想害我。李婉珍，你想清楚了再说。顾老爷子的魂魄未散，怨气凝结于此事。你每一句谎言都在他的怨气之上浇油，成为反噬你的燃料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说实话。我呸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什么怨气？什么反噬？都是狗屁！一切都是你这招摇撞骗的小骗子弄出来的，想害我呢！有本事，你让老爷子跳起来指认我呀！来呀！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，那我也不必再费力气，压制顾老爷子怨气，一切如你所愿。我看这也没什么，这老爷子也没把我怎么样。妈，小心！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！长风，救我！救我！救你！老爷子现在看着你呢，说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我说，是我害死了爸，我承认了，你放过我，快把我的黑气解开啊！快让黑气停下来！说吧，说，一五一十，不得隐瞒。喂，亲爱的，哎呀，人家想你了嘛，你就放心吧。顾长风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两个孩子的身份，都当亲生的疼啊。什么？你说云池和雨薇不是？爸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您别生气。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？哎呀，爸，您别生气，我跟您慢慢解释。咱先坐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，您别生气，我给您亲手炖了参茶，您喝口茶顺顺气。我跟您实话实说啊。爸，
您喝茶。你毒妇，你在茶里。快来人呐！老爷子心梗了！是爸，是爸，他听到了我的电话，他发现了云池和雨薇。闭嘴！妈，你疯了！你看清楚，这黑气，这老东西，都是这个怪物搞出来的幻觉，他在炸你！你要说了，咱就都完了。他在炸我。对，没错，这一切都是他的圈套，他就是在逼你承认莫须有的罪名，离间咱们顾家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不能认。只要我不认，他休想把我怎么样。你冥顽不灵，现在这满屋的怨气都在逼你说出真相，你还要遮遮掩掩的？难道你连命都不要了吗？我不怕，什么怨气呀？都是这小骗子故意弄出来害人的幻术，都是假的。胡说！连川大人乃是殿堂的引路人，他何须用这种手段来害你？什么引路人呢？顾长风，你难道还没明白吗？他就是个江湖骗子，故意搅得我们顾家鸡犬不宁的想浑水摸鱼，好从中得利呀！你够了！李婉珍死到临头，你还不肯说实话是吗？你现在给我老实交代，老爷子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说了，什么都没有做，是他故意陷害我。长风，我是你老婆，云池和雨薇是你的孩子，你怎么能帮着别人陷害我们呢？那也是因为你该死啊！我告诉你，事到如今，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，你做的这一切就能逃过一劫吗？我告诉你，临川大人已经洞察了一切，他这是在给你最后的机会。他一个招摇撞骗的小骗子，他知道什么？顾长风，我告诉你，只要我不说，他休想把我怎么样！临川大人，这……他下毒弑妻，是为灭口。顾老爷子发现顾云池与顾雨薇并非你的亲生骨肉，为了防止顾老爷子告诉你，他才杀死了老爷子。你说什么？云池和雨薇不是我的孩子？你说什么？云池和雨薇不是我的孩子？李婉珍，你怎么能？你怎么敢？不，长风，你别相信他，他是妖怪，他说的都是假的。云池和雨薇是你的孩子，是你的。是啊，爸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雨薇，我们叫了你10几年的爸，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外人呢？是啊，爸，我是雨薇啊，您从小最疼我了，您怎么能因为外人几句话就不要我了？是啊，长风，我跟你做了20几年的夫妻，我是什么人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怎么能做对不起你的事啊？都是那小贱人，就是他，不知道从哪儿听了些风言风语过来挑拨离间，他就是见不得我们顾家好，想让我们顾家绝后啊！他想让你众叛亲离呀！是啊，爸，你清醒一点，你别被他给蒙骗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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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许个愿吧！爸，
药好了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林川大人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是不是弄错了？冥府引魂只问因果，不论私情，真相已告知于你。既然你心存怀疑，不愿面对，那顾家的死结便无人能解。我与顾家的因果尽了。孽障，你要毁了顾家吗？等等，林川大人，请你留步！我全信，你不能走，顾家不能没有您啊！晚了，主人给过你们机会，但是你们一次次的辜负顾家的因果，你们自己担着。不！林川大人，求求你再给顾家一次机会，就一次，我愿意以命相抵，以我余生的福报气运相抵。林川大人，求求你了，顾家先祖的心血不能断送在我这不孝子孙的手里呀！林川大人，我求求你了，林川大人，求求你了！行了，起来吧。我留下并非你的哀求，而是因为顾老爷子这冲天怒气与不甘，若不解开，任其扩散，恐将波及阴阳两界平衡。此间因果始于顾家，也该终于顾家。是，多谢林川大人。小贱人，装模作样给谁看？什么怨气，什么因果，一切都是胡编乱造。我看的就是见不得我们顾家好，想要逼死我们母子。小小年纪，心肠竟然如此歹毒！放肆！死到临头还敢污蔑主人，你真以为我等不敢拿你这个毒妇利毙当场，去给顾老爷子陪葬？哼，来呀！有本事就杀了我，让大家都看看你们这些神棍的真实面目。什么冥府引魂，我看就是杀人灭口！你，住手！我说吧，装不下去了吧？连动我一根手指头都不能，你们啊，也就这点唬人的本事了。动你只会脏了我的手，你身上的业火，你自己点燃的怒气，自会慢慢吞噬你。顾老爷子就在这里，你每一声辱骂，每一句谎言，就在他的怨念上添柴，待到怨气爆发，侵蚀的是整个顾家，包括你口中说要保护这2个孩子，届时魂飞魄散，不入轮回，便是你们所有人的结局。啊！你听见了吗？你别再说了，你赶紧过来，给林川大人跪下道歉，求老爷子原谅啊！你，我不跪，我凭什么跪啊？一切都是假的，假的！有本事你让他拿出证据来，让那死老头子跳起来指认我，拿不出证据来，我就不认。你要证据？好，我成全你。这就是顾老爷子的怨言，让你再次看清事实。你还需要证据吗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！妈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清醒一点，你别中了他的幻术。啊？幻术？对，是幻术，都是他，都是他，都是他自作自受。要不是他把这个小妖怪带进来，顾家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一切都是他顾长风自找的。你这个蠢妇，你还要冥顽不灵到什么时候？难道你非要拉着一家人给你陪葬，你才甘心吗？你陪葬？凭什么给你陪葬？云池和雨薇根本就不是你的种，凭什么给顾家陪葬？
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我说，云池和雨薇是我跟别人生的，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李婉晨，你怎么敢？我把这2个孩子当心肝宝贝一样，等了18年，你怎么敢？我凭什么不敢呢？啊，顾长风，不是你说顾家快要完了吗？当年要不是我跟了别人，云池和雨薇就得跟着你这个没用的爸，还有这个快要完了的顾家一起死。是我救了他们，他们应该感谢我。那你们呢？你们也知道自己的身世吗？我好，看来你们早就知道了是吧？顾雨薇，我平日里这么疼你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？滚开！别用你的脏手碰我妹妹！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我们也教了你10几年的吧？你给我们顾家的身份和富贵，我们给你扮演孝顺儿女，这不是很公平吗？你们，儿子，爸！哎，站住！你干什么去？哥，爸他吐血了，你放手，我们不能这样。还犯傻了？他都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世了，你还冲上去干什么？可是他看着太可怜了。那是他自己蠢，信什么福报因果，把家业搞成这样，怪得了谁啊？要我说呀，还不如趁早死了算了，正好把家业交给我。你顾云池，你这个忘恩负义、猪口不如的畜生，你一定会遭到报应的。老爷子的怨气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哼，报应？你觉得我会怕吗？哎，你看清楚了，我们身体里流的是你们顾家的血吗？一丁点没有。所以你们顾家的祖宗规矩那套神神鬼鬼的什么因果报应，关我们屁事啊！要死也是你们顾家人死，我们凭什么跟着陪葬啊？你顾云池，你不得好死！行了，别他妈白费力气了。妈，雨薇，咱们走。哥，儿子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因为你们的因果早已跟顾家息息相关，在顾老爷子因果了结前，你们谁都别想离开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，我又不是顾家人，顾家的因果关我一个外人什么事儿？愚昧，因果之线岂是单凭血脉就能斩断的？你们母子3人，享受着顾家荣华富贵20载，衣食住行、名分地位，乃至你们种下恶因，皆与顾家气运深深纠缠。顾家兴盛，你们或许能偷得几分福泽；顾家若亡，业力反噬之下，你们只会比真正的顾家血脉死得更快更惨。真的假的？哥，我害怕。有什么怕的？什么因果业力，全他妈是假的！老子活了18年了，什么没见过？全是他这种神棍编出来唬人的。可如果都是假的，那我们怎么出不去了？明明刚才还好好的，现在突然就出不去了。那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为了逼我们认罪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哼，嘴上说的一套一套的，吓唬谁呢？什么死得更快更惨啊？我看就是在这儿没事儿找事儿，黔驴技穷，吓唬人呢。就是，有本事你就让他显灵啊！让这房子塌了，把我砸死！我现在就站着，我倒要看看你们顾家的因果报应能把我这个外人怎么着。好啊，那就以你3人的精魄为祭。
平息顾老爷子的怨气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云池，我的腿好疼，快救我！哥救我！我知道我的胳膊要被压断了。这份顾家因果还满意吗？你们现在信了吧？还敢怀疑我主人吗？巧合啊！老房子年久失修，跟顾家的因果有什么关系啊？对，就是这房子质量有问题，才让他们钻了空子。他们明知道这里不安全，才唬我们过来，想杀死我们。你们才是杀人凶手！哥，你们别再说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？会不会真的是我们做错了？不可能，他没有这个本事，他只是运气好，碰巧撞到了。够了，死到临头了，你们还敢对临川大人不敬？难道你们真的就以为他不敢对你们怎么样吗？不用你管，顾长风，我就是死了，也不会向这个小怪物低头，让你看笑话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们就别怪我心狠。临川大人，他们今日所受之苦，皆是他们咎由自取。我恳请您，让他们为自己所造的孽、行的恶，承受魂飞魄散的代价，不再让我父亲被这些不孝子孙和家门丑事怨念纠缠，早日安息。临川大人，求您了！顾长风，你敢！你屡次触怒临川大人，让你魂飞魄散，也不冤了你。顾长风，你好狠的心呐！我跟你做了20几年夫妻，云池和雨薇就算不是你的，可他们也叫了你10几年的爸，你怎么能这么无情无义？是啊，爸，我可是从小被你抱着长大的雨薇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那是你们自作自受。自从你们背叛顾家，害死我父亲，之前都不知悔改的那一刻起，你就不再是我的妻子，你们也不再是我的子女。对顾家，对我父亲，做出如此丧尽天良、欺祖灭宗之事，难道你们不应该承受这样的代价吗？顾长风，此法一旦开始，他们将立刻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当真想清楚了？临川大人，我想清楚了，请您施法，让他们为自己造的孽付出代价。顾长风，我告诉你，云池和雨薇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行了，与将死之人争辩，徒费唇舌，意乱心神。你既已抉择，那便做好准备。临川大人，你这是答应了吗？3日之后的申时是沟通残魂、化解执念的最后窗口，唯有比施施法，方有可能在不损其福报根基的前提下，引渡其魂，保你顾家100年7云不绝。这3人这3日必须留在顾家老宅，寸步不离，否则必以怨气提前爆发，万事皆休。你可能看住他们？能，我保证亲自看住他们。
绝不让他们离开老宅半步。来人，把他们3个都给我带出去！放开！主人，你当真要如此耗费心力救这顾家？顾云池，愚蠢、狂妄、顾母，自私恶毒，还有那顾雨薇，更是是非不分。他们何德何能，能让你用镇魂符去寻求萧恒的帮助？他们配吗？我救的并非眼前几人，而是顾家尚未散尽的功德气运和那柄油纸伞传承的100年善缘。天道循环，报应不爽。待到顾老爷子的怨气消散后，自有他们的因果。主人深谋远虑，是银尘浅薄了。妈，怎么办？爸现在肯定恨死我们了。顾家真的没有我们的藏身之处了。是啊，妈，那个顾长风铁了心要弄死我们，你快想想办法，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呀！慌什么？那个小鬼只不过是个故弄玄虚的江湖骗子，顾长风只不过是被他唬住了。我们绝不能自乱阵脚，在他下手之前，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。怎么先下手啊？我们都伤成这样了，而且那顾长风还派人看着。我们自然是制服不了的，但是我们会请真正的高人过来。看到了吗？这块牌子是当年阿紫大人给我的信物，他说我命中必有一劫，倒真是无路可走，凭此物便可召他出现。真的？妈，那个阿紫大师真有这么厉害？阿紫大人才是真正能够驾驭鬼神、沟通阴阳的高手。我亲眼见他给一个大户人家平事，那手段之玄妙，绝非一般故弄玄虚的戏法可比。只要他出现，绝对能够让顾长风彻底消失。好，哎，妈，你快去请那个阿紫大师啊，让所有欺辱过我们的人死无葬身之地。哟，顾夫人，许多年不见，怎弄得如此狼狈？好浓的怨气，还有股殿堂级引路人的味道。看来顾家惹下了不小的麻烦。阿紫大人，求您救命！我愿意献上顾家所有的运气与福报，求您为我儿谋一条生路。哼，正好，我早就想会会这位引路人，看看是他冥府的法规厉害，还是我的手段更胜一筹。此任可保你在顾家无边的怨气中周全，助你杀人于无形。是，谢阿紫大人赐宝。妈，
算了吧，走吧。我给他下了双倍的安眠药，现在天塌下来他也不会知道。就现在扎下去，明天顾家就是我们的了。哎呦，看我们的小云池长高了，还长胖了，像不像爸爸呀？想。哎呦，真乖。哦，飞喽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动手啊！爸，别怪我啊！云池，那是什么？怎么会有这么大威力？金光护体，传说中只有上古仙人才有的金光护体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妈，是那柄油脂伞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？这柄油纸伞可是跟那个小鬼颇有渊源，看来这个小屁孩真有什么邪门把戏。不可能！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，能有什么真本事？肯定又是什么招摇撞骗的把戏。我们再试一次，肯定会露出马脚。我有大师赐我的法宝，神挡杀神，我挡杀佛。我看谁敢拦着我！放弃了吧，那把伞上有我的一缕灵力。其实你们手中这靠吞噬精魂怨气炼制的阴髓之物，能撼动的？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一直都在，从你们拿着这档污秽邪物想弑夫杀父时，我就在了。既然你们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了，还不赶紧滚！要不然我把你们都给杀了。可惜你杀不了他，更杀不了我。找死！你找死！我的手！云池，小兔崽子，你对我的手做了什么？是这把刀吸收了顾老爷子的怨气，将念力反噬到你身上，与我有何干系？不可能！这匕首是大师赐我的，大师怎么可能会害我？一定是你对我用了什么邪术！冥顽不灵，你看看你手腕上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恶心啊！别碰我！别碰我！快下去！下去啊！这就是我所说的念力反噬。今日废你一手，乃是警醒，说你再不是悔改，继续以恶念浇灌这邪祟之物，下一次被黑气吞噬、魂飞魄散的，便不只是一只手了。不可能！错的是那顾长风，他错心要挟，引狼入室，要把我们母子赶尽杀绝。我杀他，不过是为了夺回顾家，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我没有做错，我没有做错。冥顽不灵，云晨。你要干什么？把我的匕首还给我！此等污秽邪物，不配留在世间。这可是大师所赐的宝物，你怎么敢？将他们带回房间，严加看管。若是再踏出房门半步，或是再生事端，便不必留到3日了。是，主人。妈，我的手好疼啊！那个小屁孩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！哥，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死了？那个林川那么厉害，我们真的斗得过他吗？闭嘴！一把破匕首，哼，毁了就毁了。阿紫大人还没真正出手呢。对，还有阿紫大人。可是咱们弄坏了匕首，他没怪罪吧？
没有，阿紫大人还给我传信，3日之后的引魂仪式，他也会来。可是，阿紫大人真行吗？那个小贱人看着还挺邪门的。怕什么？阿紫大人才是真正的修道高人，只要他出手，他们必死无疑。到时候，等林川一死，顾长风没了靠山，顾家就是我们的了。好，那我就再等3天，3天之后，我就眼看着那个小贱种魂飞魄散。主人，我有感应，那把匕首就是阿紫的手笔。他明明知道您就在此处，他为何还要跟顾家扯上关系？他不是跟顾家扯上关系，他是冲着我来的。你以为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认你当师傅吗？我可是魔道选中的魂体，从我接近你那天起，就为了等一个机会，等一个能将你魂飞魄散的机会。他是魔道埋在我身边的棋子，也是天道给我的一劫。若3日之后他们联手，我便彻底断了阿紫的因果，这一切都在我的算计之内。是，你说这个是你在等。连城大人，顾长风，祠堂种地，你带个小孩进来是什么意思？不得无礼。这位是临川大人，顾家祖上3代亡魂，都是由他引入黄泉的。你们都放尊重些。就他，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，我看你是昏了头了。难怪这段时间顾家鸡犬不宁，全因你识人不清，错把江湖神棍当祖宗，该当何罪？来人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赶出去！说是。临川大人可是殿堂级的引路人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对他不敬？小子，你吓唬谁呢？这么点大的孩子，也敢妄称自己是引魂人，是活腻了吗？他要是殿堂级的引魂人，老夫立刻把这祠堂的牌位吞下去。够了！临川大人肉身虽小，却法力无边，顾家百年福报能否延续，全系今日。好了，你们都不要再说了，引魂仪式马上开始。我看谁敢！你说是老爷子指定的，证据呢？遗训呢？空口白牙，你说出来谁信啊？就是，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是吃干饭的，早料到你会胡来，我们早已另请了高人。阿紫大人，请吧。哟，还真是热闹，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哟，还真是热闹，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这就是你们请来的高人，你们可知他究竟是什么东西？还能是什么？阿紫大人是真正殿堂级的引魂师，是救我顾家于水火的高人，不是你这来历不明的野种能比的。阿紫大人法力高深，承诺3日之内必能化解我顾家全部怨气，保我顾家
百代昌隆。师傅您看，还是有人识货的。错了，他非人非鬼，更非引魂使，而是荡游在阴阳缝隙里，靠吸食怨气、啃食福报为生的异鬼。什么啊？这样啊？吸食怨气？他口中所谓的化解怨气，其实是在吞噬顾家祖上积攒的福运功德。顾家如今本就如风中残烛，再让他帮下去，顾家便真的无以为继了。胡说八道！一个皇后小儿，分明是眼看自己行骗不成，就在这里血口喷人。我看你这个妖怪才是个祸害，一来就搅得顾家鸡犬不宁，长风父子反目，现在又要诬陷真正的高人，其心可诛。冥顽不灵，你们可知他早已在祠堂内设下法阵，以生人福运为阵眼，滋养异鬼。一旦法阵启动，整个顾家都会沦为他的祭品，到时候你们所有人恐怕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反了天了！一个尖牙利嘴的小孩，顾家祠堂岂能容你放肆诅咒？我今天就替你爹娘要好好教训教训你！不可！你看什么情况？这是牌位动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显灵了，老祖宗显灵了！先祖有灵，咱们这是做错了什么吗？大哥，难不成咱们真的得罪错人了？顾家3代以上的祖宗英灵，皆由我亲自引渡黄泉，魂归其所。现在你们要赶我走，也不问问他答不答应？不可能！你胡说！肯定是你这怪物使的邪术，触怒了列祖列宗。没错，祠堂异动，皆是他从中作祟。他命格邪煞自带不祥，踏入祠堂净土，自会引起祖宗震怒。对，没错，就是你这个小孩，自打你进了顾家的门，顾家就没安生过。现在顾家的祖宗都看不下去了。没错，只有把这污秽彻底清出去，才能平息先祖怒火。血脉不净，祖德震怒，光是驱赶还远远不够啊！阿紫大人，依你所见，该如何是好？让他在牌位面前磕头认错，以血为祭，洗净他带来的污浊，才能佑你顾家安宁。来人，给我摁住他！押他到供桌前，摁住他，磕头放血，磕到祖宗息怒为止。我看谁敢！主人行走阴阳上千年，除了天地，还没人配让他低头。少废话，给我围住他！动不了，我动不了啊！腿不听使唤。这世间除了天地，还无人配让我低头，更无人能对我有半分不敬。现在是谁给谁跪下，给谁磕头？你妖术！你使的什么妖术？阿紫大人，阿紫大人，救命啊！对，阿紫大人，你快破了这怪物的邪法，救救我们啊！求他，他的道行还不配破我的术法。放屁！阿紫大人是这世间最厉害的阴魂人，有他在，我顾家定能福泽千秋，荫庇万代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和阿紫大人比？就是，在阿紫大人面前，你连个屁都不算，敢大言不惭！阿紫大人，你快出手，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高人。好啊，既然你们对他如此深信不疑，那便让他来试试。我也很想看看他的术法究竟修炼到了哪一层。你以为我会怕你吗？你当然不怕我，只不过我也很想看看你这位最厉害的引魂使能不能救他们。雕虫小技，
还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？今日就让你看看何为真正的引魂一脉，破碎镇邪之法。有这个，阿紫大人动手了。现在你们还信你们请来的这位高人能救你们吗？不，我不信，一定是这个妖怪的阴谋，他施了更阴毒的邪术，暗害了阿紫大人。阿紫大人法力无边，怎么可能就这么败了？对，没错，阿紫大人可是能沟通阴阳、逆天而行的无上仙师，他只是一时不察，中了你的奸计。你赶紧把这妖术收了，放开我们，否则我们顾家不会放过你的。逆天而行，无上仙师，连我随手布下一道禁制都破不了，你们觉得他还能拿我怎么样？你少在这得意忘形！你可别忘了，冥府铁律不可随意伤害凡人性命。你今日如此大肆施展禁制，镇压凡人躯壳，已是触犯天条，必遭天道反噬。是铁律如山，我从不违背。但若我所行非为残害，而是替天行道，斩除依附凡人血脉，吞噬符韵，扰乱阴阳的妖孽，天道又该怎样降下反噬？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为这顾家祠堂清理污秽。这一剑我记下了，黄泉路上彼岸花开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阿紫大人，你敢打伤阿紫大人，不想活了吗？孽障！你知不知道阿紫先生是什么人？你闯下了滔天大祸！顾长风，时辰快到了，立刻带我去顾老爷子停灵之处。好，林城大人，请随我来。站住！顾长风，他打伤了阿紫大人，就这样算了？你今天要是敢带他走，就没有我这个大伯。没错，今天的事没完，否则阿紫仙师怪罪下来，耽误了顾家的100年福报，他几条贱命能赔得起？你们顾家福报，殊不知早就被你们奉若神明的阿紫仙师里应外合，搬空殆尽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们当真以为他这几日频繁出入顾家，是在为你们祈福化愿？他是在以你们的寿数为柴，以你们的祖荫为引，布下抽髓吸运邪阵。如今阵基已成，祖荫枯竭，福运反噬已如悬顶之剑。若再不让我为顾老爷子引魂，借他最后一点残念，稳住家族根基，最多3日，你们在场每一个人都将气血衰败，百病缠身，死无葬身之地，顾家血脉就此断绝。空口白牙！你说气运没了就没了，你有什么凭据啊？我们凭什么信你啊？证据不就在你们的眼前吗？这张明灯怎么暗了？我前天来祠堂祭拜的时候，亮堂的很呢。怎么会？这灯油是特制的，可燃100日不灭。就这么几日，怎么会？祖训说过，灯灭运衰，长明灯无故熄灭，大凶之兆，家族运气降级啊！难道真的是阿紫？除了他，还能有谁？他有邪术，盗取我顾家气运，证据就摆在你们眼前，你们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啊？老朽有眼无珠，愚昧透顶，信了妖人，误了家族啊！李川大人，求求你大发慈悲，救救我们顾家，救救我们这些半截入土的老糊涂吧！
临川大人，是我们猪油蒙了心，你法力无边，求您高抬贵手，给我们顾家一条生路吧。高抬贵手，留我们一条生路吧。哭救不了顾家，磕头换不回运气。临川大人，带路去见顾老爷子，这是你们顾家最后的希望。大人，人带到。你这个小妖怪，怎么到哪儿都能遇见你？小心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！可是我现在还好好的，可见真正该死的另有其人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请阿紫来对付我，有没有想过代价是什么？代价？阿紫大人是我请过来的，大慈大悲的无上仙师，他救顾家需要什么代价？不像你，一肚子阴谋诡计，阿紫大人捏死你们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蠢货！什么仙师？他根本就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怨灵。你与他签下的契约，只会吞噬你们的阳气寿元，不仅无法救人，反会亲手把你儿子推向死路。你胡说！阿紫大人说过了，这才是救我儿子的唯一办法。你若不信，大可看看你儿子手腕，都分明了。云池，云池，你的手是怎么了？这是什么时候才有的？阿紫大人没说会有这个呀。这就是顾老爷子死不瞑目的怨气化成的索命线。等他的仙脉被这条黑线贯穿，大罗金仙也救不了。你胡说！阿紫大人说过了，云池的命格特殊，与顾家的命运深刻绑定。若遇劫难，自有异象显现。这分明是福报加深、机遇显现的象征。妈，你就别再自欺欺人了。这条黑线怎么看也不像是福报，你别再相信阿紫了。你快救救临川大人，说不定还能救救哥哥。你胡说！阿紫大人才是真正的高人。阿紫大人说是福报就是福报，等他出现，一切自见分晓。够了，你还要发疯到什么时候啊？你那个奉若神明的阿紫，根本就是从地狱爬上来的怨灵，早就被临川大人打得魂飞魄散，根本就不可能再出现了。你胡说！阿紫大人才是真正的高人，不可能有的事。你，哎，够了，顾长风，影魂时限将至，怨气已显化至金血脉，再拖延必生变故。立刻准备引魂所需之物，仪式必须现在开始。是，临川大人，一切都已备齐，就在。哥，云池，云池，你不要下马，云池，云池，云池，你怎么了？云池，你不要下马呀，云池，妈，黑线又往上涨了。主人，怨气反噬，入侵心脉边缘，引动血气了。没时间了，立刻开始仪式。再晚就真的无力回天了。是，主人。主人，引魂灯、定魂坛、安魂符已经就位。开始吧。嗯。阴阳有序，魂路荡开，以武之名，引耳魂归，怨散破定，前尘尽消，黄泉引路，渡而往生。血气清魂，怨焚九幽。毒妇，住手！贱人，你都做了什么？我在干什么？我在替天行道。我要让你们所有姓顾的，所有害我们母子的人，我要让你们所有的人跟我们一起死。燃魂幡以至亲精血为引，强驱亡者未散之愿，反噬其主，祸及血脉，
这等阴损邪物是阿紫给你的，是又怎么样？只要能救我儿子的命，只要能毁了你们，用什么手段根本不重要，只要我在，隐婚仪式你们休想顺利进行。毒妇，竟敢用此等邪物攻击主人，干扰隐婚，我这就……你知不知道，你如今每用这番强行催动顾老爷子一丝怨气来攻击我，你儿子身上那条索命线就会从他那里多吸走一份生机，你正在亲手加速他死亡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在救我儿子的命。看看你儿子吧，他气息不多了。云池，云池，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云池，云池，你醒醒！银尘，控住局面。顾长风，看住他，别让他再找死。仪式必须继续。是。愿消债了，顾家百年因果至此，由我亲手送入轮回。多谢临川大人大恩，顾家没齿难忘。从今日起，顾家上下为大人之命是从。但凡有任何所需，哪怕是要顾家倾其所有，我也绝无二话。起来吧，因果已了，我与你顾家再无瓜葛。临川大人，临川大人，请您留步。临川大人，求您救救我哥哥吧，他真的快死了。云池，云池，你醒醒啊！你睁开眼睛看看嘛！云池，你别丢下我，云池啊！临川大人，我们罪该万死，可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您发发慈悲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哥了。我给您磕头，我以后给您当牛做马，求您了。能救他的从来不是我，你们自己造的孽，你们自己偿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能救云池？对，他连顾家都能救，他一定也能救我的儿子。长风，云池好赖也叫你一声爸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他吧！你做梦！你断我顾家血脉，毒害父亲，勾结邪祟，毁我顾家的时候，你想过会有这一天吗？你所受的这一切，都是你们的报应。你不能这样对我，长风。云池好赖也叫你一声爸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救救他吧，求求你了！临川大人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害了顾家。我这条贱命，求您拿去，下油锅下地狱，我都万死不辞。只是我的孩子，他是无辜的，他的胸口还有热气，不能就这样子死，求您救救他。我这就去死！你疯了吗，李万琛？你以为你现在死了就能换云池一条命了吗？你别做梦了。母债子偿，你现在要是死了，所有的债会千倍百倍的反噬到云池的身上。你想让他连最后一口气都咽不下去吗？长风，长风，你只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！我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去死啊？我怎么忍心？李
临川大人，求您网开一面，留云池一条性命吧。只要你能留他一命，我顾长风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求您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顾云池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孩子，你为什么还要牺牲你自己去替他们求情？就凭他，教了我10几年的爸爸，我抱过他，教过他，疼过他。血脉虽然是假的，可是这10几年，我这做爸爸的心是真的。顾长风，你这一点心软，倒像极了顾老爷子。大人，你这是何意啊？顾老爷子的滔天怨气之下，也有一丝不忍。他最后未散的执念，不是复仇，而是求我放过这2个他亲手带大的孙子孙女。你说什么？老爷子他……对不起，爷爷，是我们耽误了引魂的时辰，是我们害了顾家。妈，临川大人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鬼迷心窍出了轨，是我不该给老爷子下毒，是我贪心，是我恶毒，是我把好好的家弄成这个鬼样子，我造的孽，请把报应都造在我身上，求你救我儿一命，不要把报应落在他的身上。顾云池的罪早已烙进命魂，你若执意要替他还，那便千百倍转移你身，尸骨焚心，你可能做到？我想清楚了，我愿意，哪怕尸骨焚心，哪怕千遍百遍，我都愿意。好，我便全了顾老爷子这最后一点尘缘，也了却了顾长风你这18年的父子债。顾云池之罪，一在阻拦引魂，致家族福运濒临灭绝；二在口出恶言，屡次辱及冥府；三在心生恶念，几欲弑父夺业。顾雨薇之罪，在负恶从凶，煽风点火，口业深重；而你李婉珍，罪一在毒杀亲翁，背弃人伦；二在欺瞒夫家，混淆血脉；三在勾结邪祟，盗取家运。此间种种恶业，皆于你母子3人贪嗔痴妄而起。可有哪件冤了你？不冤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我认，我都认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便就赎你的罪，直到你什么时候真心悔悟，亦或者业债两消，你儿子自会醒来。可是临川大人，我该怎么去赎我的罪？求您指条明路，哪怕刀山火海，游过地狱，我都在所不惜。既然你要明路，那我便就给你3条，每一条都需你余生最苦的力气，最真的悔意，一寸寸去填。毒杀亲长，视为不孝，因而需你亲赴百座养老院，亲手为1000名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端屎倒尿，守夜送终。无论他们瘫痪在床，或者疯癫骂人，你皆不可嫌弃，此为还孝。勾结邪祟，盗取顾家100年家运，此为不成。因而你去亲力亲为，在穷乡僻壤之地建起10所希望学堂，期间从搬砖砌瓦到刻舟刷漆，皆由你双手染泥，肩扛重木完成，不得假手他人，此为还运。你以野种冲敌，混淆血脉，此为不忠。因而你需长居边陲，爱滋孤儿院，院中孩童皆因母体邪毒，天生带病，皮肤溃烂，高烧惊厥。你需日夜侍奉，为他们擦拭脓疮，惩戒偶物，以你的余生赎尽你偷来的天伦，你可能做到？主人，这3桩事，寻常人随便做一些，便会耗费半生的力气。他正因难如登天，方是赎罪。那我能做到，别说3条路，就是30条、300条，只要我儿能活，我都能做到。这3条路
每一条都需你亲尝苦难，耗尽心血。无锦衣玉食，无仆从伺候，唯有粗衣操食，徒手劳作，日日夜夜，年年岁岁，无休无止。一旦开始，不可回头，不可终止，直到顾云池身上索命黑线彻底消散。或许3年，或许30年，或许你至死都等不到那一天。如此，你还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子不教，母之过。云池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，都是我这个当娘的没教好。只要能换回他一条生机，就算我尸骨分析，打碎我这一身骨头，我也愿意。求临川大人开恩。此因为契，引你前往第一处赎罪之地，不得中断。主人，他们能坚持下去吗？星火未灭，便撑得下来。这儿的因果暂时了了，该去跟阿紫算算总账。来得可真快啊！师傅，你是来给我个痛快的吗？临川大人，临川大人，求您渡我，我不愿做这忘川里无法超生的冤魂。吾可与你一线机缘，但你怨气太深，执念难消，能否重入轮回，全凭你自己的造化。阿紫愿拜大人为师，追随左右，报答恩情。我来是想问你一件事，当初你求我帮你化解怨气，是真心还是假意？真心还是假意？你不远万里过来，就只是为了问我这个？我曾看过你的命册，你无法投胎，不是天道不公，而是魂魄被打上了魔印。那又怎么样？像你这种天生神格、干干净净的大人，我又怎么会明白那种被至亲之人亲手剥离魂魄、献祭给魔道的绝望？所以，我就是要亲手除掉你这引路人，用你的神格和功德彻底洗净我的魂印。献了你的魂，师叔们就能得道了。原来如此，魔印噬心，扭曲执念，这便是你的因。怎么，可怜我，还是后悔当初救了我？可惜啊，太晚了。你错了，我从未后悔渡你出忘川。你说什么？我从未后悔渡你出忘川，我后悔是未能早些看出你魂印的真相，未能将你从魔道的手中彻底拉出来。你少在这假惺惺的！你从未后悔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魂魄里有魔印？现在看到我半死不活，又来可怜我了。告诉你，用不着。你魂印反噬，此前吸收的所有怨气正在吞噬你自身，即便我不动手，你也时日无多。那又如何？想斩草除根就赶紧动手。今日我来，并非斩草除根，是给你最后一个选择。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趁着怨气外泄的机会，你正可以散去此前吸收的所有怨气，交由我引渡。你凭什么帮我？就凭我要尝试以我的千年功德为引，替你剥离魔印。千年功德，你说的倒是轻巧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想趁机彻底炼化我？可别忘了，300年前我在奈何桥上偷袭你，差点让你魂飞魄散。
因为我与你有师徒因果，你恨我，恨世人，恨天道不公，不过是魔印将你所有的痛苦与不甘都扭曲成了毁灭的燃料。天道与我引渡之责，从未限定我只渡善魂，只要你的魂魄中尚存向善之气，我便不能也不会放弃。我只问你一句，你敢再相信我一次吗？你不用着急告诉我答案。剥离魔印如同抽魂炼魄，痛苦远超你现在所受，且成功率不足1成。若失败，你将立刻魂飞魄散，彻底消散。不足1成，师父，你这是给了我一个选择，还是给了我一个体面的死法？是选择生与死，信不信都由你。主人，他的魂魄已经被魔印侵蚀过半，就算脱离成功，恐怕也活不久是吗？一个残破的魂体，连入轮回的机会也没有。对，是，这算什么选择？算什么慈悲？你不过是给我画了个好看的饼，让我临死之前还以为自己有的选。放肆！主人早就已经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知好歹，在奈何桥偷袭了主人，才造就了如今的局面。那是魔印的选择，他明知道我魂魄里有魔印，却不告诉我，让我在魔印被彻底净化前，罪不设防的时候被魔印彻底操控。你魂魄的异样，我当年确实有所察觉，但你魔印深植魂核，若强行探查，恐会伤及你魂魄根本。我原本想待你怒气净化，魂体稳固后再设法处理。所以您就瞒着我，让我抱着能重新做人的希望，跟在你身边300年，眼看着我在奈何桥上偷袭你。我没怪你，是你一直在躲着我，而我也是在等一个时机，等你主动来到我面前。你一直在等我？是，我现在再问你一次，阿紫，要不要相信我？要不要赌那不足1成的机会，让我试着把你从魔印的手里抢回来？这一次我不会瞒你任何事。会痛吗？会，比你现在痛100倍。那如果失败了呢？魂飞魄散，彻底消散。那如果成功了，我还能记得我是谁吗？不知道，魔印与你的记忆深度纠缠，剥离时可能会损伤部分记忆。那我为什么要选？带着魔印死，你会成为怨气扩散的温床，残害更多无辜的魂魄。如果剥离魔印而死，至少你是干净的，或者挣扎着活下来，哪怕只是一缕残魂，也是你阿紫的魂，不是魔印的傀儡。我想干干净净的做人。那便过来。准备好了吗？以无千年功德为引，起阴阳净化之门，魔印剥离。主人，去看看他。是。他的魂核受损严重，记忆区域一片混乱。他可能……你是谁啊？我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。你是阿紫，是我的徒弟。师傅。这边。抓不到！李妈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临川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赎罪进度，顾云池怎么样？他呼吸一直很平稳，手上的黑线也下去了，但就是不肯醒。带我去看看。好，快去玩吧，孩子们，快去吧。请。临川大人，哥哥还是不行。
身体已无大碍，只是他自己不想醒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怕醒来要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，面对恨他的人。哥，我们都已经原谅你了，爸也说了，只要你醒过来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。你快醒来吧。在这些日子里，你曾真心悔过？悔，每天都在悔。我在这里照顾这些孩子，他们身体溃烂流脓，我给他们擦洗伤口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我给老爷子下毒的时候，他心里该有多痛。我整夜的睡不着觉，我一闭上眼睛，就是老爷子瞪我的眼神。李妈妈，不哭。小安，李妈妈没事。你听到了吗？你的母亲在赎罪，你的妹妹在等你，甚至连你无亲无故的孩子们都在关心她，而你却躲在梦里，不敢面对。主人，他有反应。云池，妈错了，妈之前不该教你那些歪理，并不是有了钱才有一切。你看这些孩子，他们什么都没有，可是他们还能逗陌生人笑。妈活了半辈子，才知道在这里面什么才是真正的做人。既然你自己不愿意醒，我就让你看看，在你熟睡的日子里，外面都发生了什么。妈，余文，云池，你醒了，妈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对不起。这些孩子，他们都是有病的，有的是被父母从小遗弃的。妈在这里照顾他们，才知道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活着。李妈妈擦眼泪。小安乖。你叫小安？李妈妈说我以后会平安的，对吗？会，你一定会平安的。林川大人，等我身体恢复以后，我也想照顾这些孩子，为我自己赎罪。赎罪不是目的，真心才是。你若愿意留在这里，那你便忘掉顾云池是谁，只要记住眼前这些需要关爱的孩子们。我明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一个想让他们都平安的普通人。好好活着，来日方长。